每年的农历新年呢，是全世界华人最高兴的一个节日。但在一个地方呢，在某一年呢，是过得最悲惨的，没有之一。如果说它是家破人亡，甚至亡国也不为过，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那我现在讲亡国啊，可能部分的新加坡人听了会不高兴啊。我呢，只是个比喻。那时候新加坡确实还不是一个国家，但城破却是个事实。1942年的农历新年是所有新加坡人最特殊、最难忘的一次农历新年。大炮声、机关枪声、爆炸声取代了原本该有的炮竹声。因为这一天的除夕，1942年2月14日，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并攻破联军的防线，进入新加坡。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日军在占领马来亚后为何会针对华人，并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呢？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片，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1942年2月3日，只用了55天就拿下马来亚，因战绩彪炳而被封为马来亚之虎的上下凤文亲率3万日军精锐南下新加坡攻城，而迎战的是英国陆军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他奉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军令，领着8至10万英联邦部队，其中15000人是行政人员，还有大量是刚刚抵达的半训练有素的英国、印度、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守住这个英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新加坡。在2月8日晚上8点半左右，日军的第5师和第18师的第一波部队已经开始穿越罗佛海峡，而这一个部队首个锁定的攻击目标就是由 Australia 第22旅把持的阵地，这个旅由3000人组成。第一个晚上，13000名日军登陆，天亮后又有1万名日军登陆。在日军发动主攻之前，澳大利亚第22旅遭受了猛烈的炮击。从1942年2月8日晚上11点开始，日军的重炮在15个小时内向海峡发射了88000发炮弹，切断了电话线，并隔离了英联邦前线部队与其指挥部。此时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就打电话来了，打给新加坡的指挥部说道：“我认为你们应该理解我们英国的本土的内阁现在如何看待新加坡的目前的这个局势。我们目前在新加坡部署的也超过10万名士兵，其中33000人是英国人，17000人是澳大利亚人。我们的总兵力远超过对岸即将跨过海峡进攻我们的日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要求搬救兵或救民的想法，你们应该做的是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把这个日军给我消灭掉，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打到底。保住我们大英帝国的面子和我们的种族的尊严，支持你们将载入史册，受万人敬仰。”原话大概是这样啦。这个电话是在1942年2月10日晚上打的，但丘吉尔事后忽略了一件对人体至关重要的一种物质，那就是水源。新加坡的供水从过去到现在都依赖对岸马来西亚境内的罗佛州，从其境内提取生水。此时的罗佛州早已被日军所拿下，此时大家都心里清楚，新加坡或许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所以造成英联邦的士气低落，也因此出现了很多逃兵，很多兵偷用一些小艇跑去荷属的东印度，也就是印尼的境地。接着日军便继续向英联邦的各个阵地施压，虽然这些阵地表面上都很牢固，但其身后的补给线却迅速恶化，供水系统遭人严重破坏，口粮、汽油、野战炮、高射弹炮等也所剩无几，无力阻止日军的日夜空袭，并造成市内多人伤亡。1942年2月14日，日军攻入新加坡，并占领了新加坡的水库，并切断了城内的供水。眼见无力挽回局势，英国人在评估过局势后，决定销毁所有的机密文件、技术设备和重型武器等，避免它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然后向日本人投降，争取宽大处理。不要杀我，不投降的话。This is Lieutenant General Arthur Percival, minutes before signing the largest surrender in British history at Singapore. 你日本人也不敢太过分啊，毕竟英国在后面还有一点家底啊，这边只是他殖民地罢了，殖民地打输你就算了的啊。你如果对他这边太过分的话，等下英国本土派兵过来，等于自找麻烦嘛。所以总结，在这为期70天的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日军以3万5、6千人的代价成功击败英国人，并俘虏了10万英联邦部队。所以此战呢，被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形容为这个是大英帝国史上最丢脸的一场战役。我大英帝国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我领土，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大的失败，被日本人那几万人打到我10多万人被俘。
那考点来了，如果那时候英联邦不投降，而选择跟日本硬拼的话，最后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知道马来亚为何是日军拿下首个要拿下的目标，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